各位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佑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件事，关系到咱们每一位习惯在家里存放现金的老友的切身利益，甚至可以说是身家性命。您可能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钱好好的放在家里，锁在柜子里，藏在床底下，还能自己长腿跑了不成？但请您务必听我把话说完，因为就在眼下，一场无声的海啸正在席卷咱们的金融生活。如果您不及时应对，您辛辛苦苦攒下藏在角角落落的现金，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变成一堆银行不收、商店不要的废纸。这不是开玩笑，而是2026年金融监管全面升级，银行风控日益严酷背景下，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必须正视的残酷现实。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健康永驻这个频道，恳请您先花1秒钟时间，点击下方那个红色的订阅按钮，并且别忘了点亮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关乎您养老钱袋子的重要提醒了。也请您动动宝贵的手指，为这支视频点个赞，在评论区打出平安是福4个字，让我们互相报个平安。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共同守护晚年安稳生活的力量。好了，咱们闲话少叙，直接切入正题。我今天为什么要说钱还在，但可能花不出去了呢？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违背常理？是啊，现金是法定货币，国家印的，凭什么花不出去？各位老友，咱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代变了，银行的游戏规则也变了。现在是2026年，您走进银行，是不是发现那些熟悉的可以面对面说话的人工柜台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闪烁着冷光的智能机器，它们高效、快捷，但也冰冷、刻板。这背后是数字货币的稳步推进，是银行业务全面智能化的改造。更关键的是，银行对于现金本身的标准已经苛刻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去，咱们拿一张有点旧、边上有点毛的钞票去柜台，老柜员可能用手捻一捻，对着光看一看，也就收下了，人情味还在。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几乎所有的现金业务，第一步就是过机器、验钞机、清分机。这些机器没有感情，它们只认设定好的程序。您的钞票只要在厚度、磁性、红外线透过率等任何一个参数上不达标，机器立刻就会滴滴报警，毫不留情地把钱吐出来。而对于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也有苦衷，收到假币要自己赔钱，处理破损严重的钞票程序极其繁琐。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位老年人拿着不太标准的钞票时，最省事的做法就是委婉地说办不了，或者让您去更大的支行试试。这一推一拖，对咱们腿脚本来就不便的老年人来说，不就是变相的拒收吗？您的钱可不就花不出去了吗？那么，到底哪3种钞票成了这次风控升级的重点打击对象，会让咱们的积蓄面临归零风险呢？您别急，听佑丽我一样一样给您掰开揉碎了说。咱们先来说第一种，这恐怕是很多勤俭了一辈子的老友家里最常见的情况，我把它叫做胶带木乃伊钞票。咱们这代人经历过苦日子，对每一分钱都看得特别重。一张100元大钞要是不小心撕了个口子，甚至撕成2半，那是绝对舍不得扔的。怎么办？很多老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找胶带粘起来。于是翻出家里的透明胶带，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严严实实地把裂口粘好。有些钱破损的厉害，被横一道竖一道的胶带裹得里3层外3层，真就像个缠满了绷带的木乃伊。在咱们朴素的想法里，钱是真的，价值还在，粘好了就能继续花，这多节约啊！可是，佑丽今天必须告诉您一个残酷的真相，在2026年的银行系统里，这种用普通透明胶带自行粘贴的钞票，几乎就是一张废票。原因出在哪儿？就出在那些冷冰冰的机器上。现在的验钞机、存款机识别真伪靠的不是人眼，而是红外线扫描、磁性感应和精密厚度测量。您看那个透明胶带，咱们肉眼看着是透明的，但在机器的火眼金睛下，它就是个碍事的屏障。它会严重干扰纸币表面的光线反射，阻挡红外线的穿透。最关键的是，它会局部增加纸币的厚度。当这样一张贴满胶带的钞票高速通过验钞机时，传感器的数据瞬间异常，机器会毫不犹豫地判定为可疑币或残损币，直接吐出来，流程就此终止。您可能会想，机器认死理，我找人工柜台总行了吧？事情往往更糟。当您把这样一张粘得乱七八糟的钞票递进窗口，柜员看到的第一眼，心里就会拉起警报。
这涉及到银行一个非常敏感的反假币领域——拼凑币。有些不法分子会把真钱的一部分剪下来，拼接到假币上，企图蒙混过关。当您的钞票被胶带覆盖得面目全非时，柜员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法用肉眼判断，这到底是一张完整的真币被好心粘好了，还是一张精心伪装的拼凑假币。为了不担责任，不惹上麻烦，大多数柜员，特别是业务繁忙的社区网点柜员，最可能的选择就是摆摆手，客气而坚决地说：“阿姨，这钱粘成这样，我们没法收，您拿回去吧。”您看，这一句话，您辛辛苦苦粘好的钱，流通的路就被堵死了。所以，佑利在这里紧急呼吁大家，现在、立刻、马上去检查您手头所有的现金。如果只是轻微开裂，千万不要自己动手贴胶带。正确的做法是，直接拿到银行去兑换成好钱。如果已经贴满了胶带，成了木乃伊，那您要做好心理准备，这钱处理起来会麻烦一些。趁着现在，赶紧去找一家规模大一点的支行，客客气气地找大堂经理说明情况，看看能不能走残损人民币兑换的特殊通道处理掉。动作一定要快，再拖下去，恐怕连大网点都不愿意接手这个麻烦了。说完了第一种，咱们再来看第二种。这种情况最让人心痛，因为它往往导致的是巨额损失。而且受害者多是那些特别不信任银行，喜欢把大量现金物理藏匿的老友，我称之为发霉碳化脆钞。我听过、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了。有的老友把毕生积蓄，比如卖房子的钱、儿女孝敬的养老钱，用塑料袋、布包一层层裹好，觉得家里都不安全，非要埋在后院的土里，或者塞进废弃的墙洞、水管里。他们觉得这样谁都找不到，最保险，钱实实在在压在自己手底下，睡觉才踏实。但是咱们低估了大自然的力量。纸币是什么做的？主要是棉浆。棉纸最怕什么？最怕潮湿，最怕虫蛀，最怕霉菌。特别是在咱们南方地区，空气潮湿，梅雨季节长，您埋在地下，藏在墙缝里的那些宝贝，在经年累月的阴暗潮湿环境中，霉菌早已悄无声息地滋生、蔓延。等到您某天急用钱，或者像今天听到提醒想去查看时，打开包裹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霉味。原先挺阔的钞票已经板结在一起，颜色发黑发灰，像一块砖头。更严重的是碳化，纸币的纤维结构彻底被破坏，变得像秋天干枯的落叶一样酥脆，手指一碰就速速地往下掉碎屑，甚至化成粉末。面对这样一包钱，银行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实话实说，这是银行最头疼、最不愿意受理的业务，没有之一。在银行内部，这叫做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也就是难辨认残损币。普通点钞机根本不能用，一放进去，钞票可能就在高速滚轮下变成碎片，只能全靠人工，用镊子，用放大镜，甚至需要借助一些专业药水，像考古修复文物一样，小心翼翼，一张一张的揭开、摊平、辨认、清点。处理这么一包钱，可能需要2-3个熟练员工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而且整个过程粉尘飞扬，霉菌弥漫，对工作人员的健康也是考验。清点完后，如果破损面积超过规定，还需要层层上报，送到人民银行去做最终鉴定，才能确定能兑换多少面额。在2026年，银行业普遍追求高效率、低成本运营，一个普通的社区网点哪里配得起专门的人力和时间来处理这样费时费力的业务？所以，当您颤巍巍地捧着一包黑乎乎、一碰就碎的钱走进银行时，柜员从心底里是抗拒的。他们很可能会用这里设备不行、系统不支持、我们没有权限等理由，客气地把您劝退。这种委婉的拒绝，实际上就等于宣告了您这笔钱的死刑。您想想，银行都不收，您还能拿去哪儿？超市嫌脏，菜场怕假，几十万的血汗钱，真就变成了一堆散发着霉味的废纸屑。所以，老友们，如果您还有把钱藏在类似地方的习惯，请立刻停止。如果您已经藏了，别再犹豫，马上想办法取出来检查。如果已经受潮但尚未板结，赶紧晾干，切记不要暴晒，然后尽快去银行兑换。千万不要等到它们彻底烂成一坨，一碰就碎，那时就真的回天乏术了。接下来，我们说第三种。这种情况不少老友也存在，而且往往还带着一种收藏的侥幸心理，那就是已经停止流通的旧版钞票。很多朋友在整理旧物时，会从老相册、旧书本或者多年前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一些老钱，比如更早版本的钞票，
或者一些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大家心里可能会想，这好歹也是国家当年正式发行的钱，怎么会没用呢？放着呗，说不定以后更值钱，当个纪念也好。现实往往会给我们沉重一击，这些已经公告停止流通的钞票，在法律意义上已经失去了强制流通能力和支付功能。您拿着它去楼下小超市买东西，年轻的收银员可能压根没见过，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假币吧，搞不好还会引起纠纷。您拿去银行存，现代验钞机的数据库里早就没有了这些旧版别的防伪特征数据，机器一律会报警拒收，在社会层面上，它已经是一张废纸了。那您说，我去银行兑换总可以吧？是的，从政策上讲，商业银行有义务为公众办理停止流通人民币的兑换。但是，到了2026年的实际操作中，这条路也是障碍重重。最大的问题是识别，旧版钞票的纸张、图案、防伪技术和我们现在用的钞票完全不同。银行的年轻柜员，他们从入职培训接触的就是新版钞票，很多人根本没见过这些老古董，让他们凭肉眼鉴定真伪，实在是强人所难。他们也怕收错了担责任，所以最常见的答复是：对不起，我们网点办不了这个业务，您需要去市分行或指定的央行代理网点。现在银行网点不断整合优化，那个指定网点可能离您家非常远。为了兑换可能并不多的旧版零钱，您要辗转乘车、排队，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路费，这划算吗？更何况，这类兑换通常有集中兑换期，一旦过了期限，手续会更加复杂，甚至可能无法兑换。因此，佑利劝您，除非是品相极佳、有明显收藏价值的特殊号码旧钞，否则那些普通的、皱皱巴巴的停止流通的旧版钞票，别再当传家宝留着了。趁着现在信息还明确，兑换渠道还能找到，赶紧去换成我们现在能花的钱，落袋为安，比什么都强。分析了这3种高危钞票，相信大家后背都冒了点冷汗。原来钱放在那里不动，不仅不会增值，反而会贬值、会变质，甚至会过期作废。那么，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我们手里这些问题钞票该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它们变成废纸吗？当然不是。佑利给大家指一条明路，那就是一定要抓住春节前这个最后的黄金窗口期。为什么说现在是黄金窗口期呢？因为临近农历新年，是全年现金需求最旺盛的时候，各家银行为了保障节日期间的现金供应，金库储备是最充足的。人民银行也在加大新钞的投放力度。虽然柜台前排队的人可能多了，但这也是银行资金流动性最好、服务相对最宽松的时候。为了完成年底的各项服务指标，展现社会责任感，银行对于残损币兑换这类业务的配合度往往会比平时高一些，这就是我们自救的最佳时机。但是去银行换钱可不能蒙着头瞎闯，讲究方法和话术，才能事半功倍。佑利结合多年的经验，教您几招正确姿势。第一，千万别跟 ATM 机较劲，那些贴胶带的、发霉的、旧版的钞票，您可千万别往存款机里塞。99.9% 的概率是被吞卡或者原钞退回。万一机器把您的脆钞搅碎了，或者因为胶带导致卡槽故障，那麻烦可就大了，可能还要牵扯到赔偿问题。这些特殊的钱，必须也只能通过人工柜台办理。第二，学会说行话。到了银行取号时，如果大堂经理询问您办理什么业务，您千万不要简单的说我存钱。因为存钱是一个标准流程，您的钱如果不达标，会被直接退回，过程就终止了。您应该清晰地告诉工作人员，我要办理残损人民币兑换业务。您要知道，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是人民币管理条例赋予商业银行的法定义务。当您准确地说出这个专业术语时，工作人员就会明白您是了解相关规定的，不敢轻易地敷衍推诿您。如果柜台经办员还是面露难色，以看不准、没法弄为由推脱，请您一定保持冷静，不要争吵。您可以心平气和但态度坚定地说，麻烦您请示一下你们的主管好吗？或者请更有经验的同事帮忙人工鉴定一下，我确实等着急用。如果还是不行，您可以要求见大堂经理或网点负责人。通常情况下，为了维持营业秩序，避免客户投诉，经理会出面协调，要么安排专人处理，要么会明确告知您哪个最近的网点可以办理，给您一个确切的去处。第三，做好准备，安全第一。如果您要兑换的残损币数额比较大，务必带上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我强烈建议，最好让老伴或者子女陪同您一起去。一来，人多有个照应，路上和办理过程中更安全；二来，在清点这些容易破损的钞票时，多一双眼睛看着，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清点差错，事后也说得清楚。各位老友，咱们必须彻底转变一个观念，钱只有流动起来，能存进去，能花出去，那才叫钱，才叫资产。把它死死地藏在家里的角落，让它发霉、脆化、过时，那不是储蓄，那是在给自己制造定时炸弹和细菌培养皿。我们辛劳一生攒下的积蓄，是为了安享晚年，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不给儿女添负担，绝不是为了到最后对着一堆腐烂的纸浆唉声叹气，老泪纵横。所以，佑利我真心实意地恳求大家，看完这篇文章，别再坐着了，立刻行动起来，把家里可能藏钱的地方，大衣柜的角落、旧棉被的夹层、床底下的盒子、书架上的书本，统统彻底翻查一遍，把所有的现金都归拢到一起，戴上老花镜，打开亮一点的灯，一张一张仔细检查，有没有被透明胶带包扎过的，有没有受潮发黄，甚至出现霉斑的，有没有那些早就该退休的旧版钞票。一旦发现，不要再犹豫，不要再心疼那一点路费或怕排队辛苦，明天一早就去银行，哪怕排上半天队，也要坚决地把它们换成崭新、挺阔，在任何地方都能畅通无阻的现行流通钞票。换回来之后，要么安心存进银行卡里，要么置办成实在的年货物资，千万不要再原封不动地放回老地方了。同时，我也恳请大家把这个生死攸关的提醒当做一份礼物，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转发到您的家族群、老同学群、社区活动群里，告诉您的骑友、舞伴、钓友，快回家查查现金，别让血汗钱烂在手里。您的一个顺手转发，一次善意提醒，很可能就帮老朋友挽回了成千上万的损失，这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如果您觉得佑利今天这番苦口婆心的现金排雷指南对您有帮助，请在评论区打出守护财富4个字，让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提醒。如果您在兑换残币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好的经验教训，也无比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故事就是大家最好的借鉴。我们下期再会。